老头子，这个咋样？摆咱们家堂屋好看不？好看，喜庆。哎，你们觉得呢？娘选的好看，娘，这套家具放堂屋里亮眼。哟，客官好眼光啊！这是一套榆木家伙事，用上几十年都不带坏了，可结实了。油漆刷的多平整，这手工没得说。这套家具多少银子啊？5两3年。还有其他的吗？带我们去看看。您往里头走。你们啊，一人选一套自己屋里的。小二，我现在定了，可以先放你们这儿吗？家里的房子还没盖好。可以的，您挑就是。我们暂时存入库房，需要的时候您说，我们给您送过去。包安装不？自然是包的。等过阵子啊，就能都睡上自己的新房新家具了。走，老娘带你们买衣裳，喜欢鲜艳色的买鲜艳色。娘，我能买带花的吗？不能，你是男的，不能娘们唧唧的。花衣裳给姑娘穿的，大妞穿。一会儿咱们给大妞买。回到家，爹娘回来了呀，玩的可还尽兴，累不累？家里的赶紧给爹娘倒碗热水。不用，我们不渴，饿了。老二媳妇儿，先给他们准备点吃食。陈如抱起一个，摸摸肚子，有点瘪。哎，娘，我喂过他们，只是不知道咋的，他们不愿意吃。老娘喂的是细粮肉末，她喂他们糙米汤，养刁了嘴的2个小畜生嫌弃了，不想吃了。当家的，你看到没？公婆给狗子吃了啥？肉末汤。咱们大宝每日念书这么辛苦，他都多久没吃过肉了？过几日我去县城卖书，买些肉回来。哎，村里有卖鸡蛋的吗？一天买1个鸡蛋给他吃，等家里的鸡能下蛋了，我们再吃。当家的，你觉得选择这样讨好爹娘有用吗？除了讨好他们，你还有其他的法子吗？我们啥处境你不知道啊？大宝以后还要花多少银子你不知道？我们还年轻，肯定还会继续生，1个大宝都供不起，还能供别人？慢慢开吧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心意到，他们就算是寒冰也能物化了。房子终于到了竣工的时候，爹娘去算了个好日子，明日家具进门，便可住进新家了。卫生搞好了啊，娘，刚才秦狗子也去了。他也去了呀？你没跟他说活儿已经结束了，他现在过来咱们也不会给他银子的。说了，他说不要银子，就是想来帮咱们干干活，左右闲着也是闲着。娘，咱们家的家具啥的怎么办啊？都不要了。要，为啥不要？明日全搬新家里去，那么多空房子，哪里不能？实在不行砍了还能做柴烧。总算要离开这里了，这么破的房子，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住了这么久。不但破还脏，你看看这些个破家具、破墙，老徐家的房子缝缝补补也住不了多少年了。这些个破箱子啥的就不要了，明日让老二批批，带去新家烧了吧。还有屋里的破桌椅，摇摇晃晃的，该是寿终正寝的时候了。狗子，狗子，你在家里，娘叫你咋不说话呀？你这孩子真是的。你来干啥？知道我没粮食，接我回家吃饭。家里没粮食了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，咱们家粮食年年都不够吃，实在不是娘不想叫你回家，你要知道我们的难处啊。狗子啊，最近你爹呀这身子不舒坦，我瞧着可能是之前去宗祠跪了几天，身子跪垮了，还有日日夜夜担心你呀，愁得睡不着觉啊。娘想着得带他去县城看看大夫，可是你也知道咱们家这老鼠洞挖了也找不出半个钢镚儿啊，全赔给徐家了。你不是昨天刚发了工钱吗？能不能先给娘，回头哪天家里宽裕了，我再给你10文不5文钱。娘，我以前是狗不是虾，你那天赔徐家荷包里有多少钱还剩多少我看了的。还有那些银子也是我挣的吧，虽然手段不光明，可切切实实是我挣的吧。花着我挣的银子说我祸害了全家，明知道我啥都没有，把我赶出家门，就连个破碗都没给我。前脚知道人徐家发工钱了，后脚就来找我要银子。娘，你咋不想想你儿子我要怎么活？没有钱我该怎么活？你咋不能活了呀？啊，以前没有1个铜板，还不是一走就是10天半个月的。我没有钱，你走吧，
你怎么会没钱呢？啊，昨日不是才领了工钱呢？还有之前的工钱，最近从未出过村子，你花啥花呀？一个孩子身上放那么多钱干啥？赶紧拿来给我！20岁的孩子，你没看见我现在住的啥地方？连个门都没有，我要怎么过冬？娘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是你儿子吗？半点活路都不给我留！你要过冬要修房子，以后不能再挣啊！你爹现在在炕上躺着呢，就不能先渴着给他看病？他为啥病你自己不知道啊？你这个不孝子！娘，爹有没有病，你比我还清楚。我还看见他在外头溜达，路上碰了个正着呢。嗨，就算没病又怎么样啊？啊，你害得我和你爹跪了5天祠堂啊！难道不该拿出银子来补偿？你一个没良心的兔崽子呀！这么多年真白养了，在家就是个惹事精，分出来了连人都不做了。老天爷呀，你睁开眼瞧瞧吧，天打雷劈的白眼狼啊，你赶紧把他收走吧！闹够了吗？救命啊！救命呀！儿子打娘了，救命呀！这咋又闹起来了？不是都分家了吗？我听着怎么好像是秦狗子又犯浑了，要打他娘啊！快去看看，这个不学好的！快去叫村长啊！哎，你这是干啥呀？这个陶罐还是前几日村长给他的，你咋给人打碎了？狗子娘啊，你家儿子屋里没2样能用的东西，你咋还这样糟践？对呀，啥子个你儿子打你了？是你砸了他屋吧？我摔他点东西怎么了？你们来评评理啊！他因为偷徐家的砖头，让我们家没了多少银子呀！现在他挣钱了，是不是该还一点银子给我们呀？可是他呢，1文钱都不愿意给呀！不是，狗子娘，徐家他才赚了多少银子？你看看他现在住的，你抬头看看屋顶上的洞，还有墙也剥落成这样了，门也没有，连个做饭的灶都没有。他需要置办的太多，不给你们钱不是很正常吗？也是啊，孝顺爹娘是该的，总不能让自己饿死了孝顺吧。狗子娘，你这事儿做的不地道啊！狗子离开你们家的时候，听说就是为了赔偿的事儿，你1文钱没给他，1分地也没给，按理说他已经赔清了，你不该再抓着这件事儿不放。我呸！啥还清了？他的命都是我给的，一辈子都甭想还清。我们老秦家的事儿关你们屁事儿啊！够拿耗子多管闲事儿，我跟我自己儿子要钱，碍着你们了吗？不是你喊着冤枉狗子打你，我们会过来。以前只觉得秦狗子是个混账玩意儿，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，原来还有更不是东西的。见过狠心的，没见过狠心成这样的。他这明摆着想让秦狗子饿死冻死啊！亲生儿子怎么能做到这么心狠呢？是啊，3个儿子，2个都娶媳妇儿生儿子了，只有狗子20岁了也没成个家，天天四处游荡，游手好闲，不干好事儿，也没见他们咋管。说就是孩子野得很，管不动。你这一说，我好像想起来，当年狗子生下来好像身子骨特别不好，3天2头看大夫，后来好像是抱他回娘家养了一段日子。闭嘴闭嘴！我亲生儿子想怎么教就怎么教，跟你们有个毛的关系啊！滚！全部都给我滚！这里是你家吗？我们为啥要滚？都吵吵什么？哎，村长，不是我想闹，孩子爹上次罚跪5天呐，伤了身子，膝盖疼的呀，整晚的睡不着觉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家的银子全被这小子给败完了，我就想着他发了工钱了，先拿点来给老头子生看病吧。可是这小子死活不肯呐！村长，你见过这么没有良心的混蛋吗？啊，那可是他亲爹呀，竟然1文钱都舍不得出啊！你当家的病了？可不是，躺着在家里炕上的。我今儿早上，你家地头看见的是谁？秦家的，给人留条路吧。兔子逼急了也能红眼。既然已经分家，他也已经20岁，以后怎么过，自然他自己有章程。包括银子，只要当初分家时写的孝敬没少你们的，你就不能过来闹，听清楚了吗？多谢村长。要不晚上去我家里吃一顿？不必了，村长，我一会儿就去县城买点东西回来。你这房子得整整，最起码得有个本。
这几日我便想办法做个门。那你先忙啊，我先回去了。一家子没啥好闹的，实在不行你回家一趟，找你爹聊聊，你爹能治住你娘。齐母回去跟老头子说了这边的情况。谁让你和村里人吵的？谁让你跟村长吵的？谁让你瞎编排我病了的？啊，你眼瞎了？没看见我整天的在外面吗？你要找这个借口，你不会跟我说一声啊？啊，秦家的好名声全让你给败光了。我没交代过你吗？平日出去跟人好好处，你要跟狗子耍横要钱没关系，你是他娘，他该让着你。可是村里人你也敢骂啊？人家欠你的。还有，人家说错了吗？狗子现在啥情况你没说，我是不是让你跟他商量，拿一半银子先过来？你倒好，还想这一锅端？你以为他是傻子啊？是傻子能在外头混这么多年？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，一个没看住，就给我出去闯祸！我也是气糊涂了嘛，就想着赶紧拿了银子再说。老头子，这事儿真不能怪我呀，狗子现在变样了，真的。哼，再变老子也是他爹，他该孝顺我的也该孝顺。我说你咋回事啊？以前一直劝我别太过分，咋现在自己往死了整的？因为我发现他变了，他看我们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能要一次银子要一次，我怕以后要不到了呀。陈如搬家这天，秦狗子一大早就过去帮忙了。今儿个咋嫩勤快？婶儿，我哪天不勤快？你问问二牛哥，我在工地可有偷懒过？娘，你搬走后，我若是想你们了，可以去新家那边看望你和爹吗？不用了，你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好，我们以后啊别来往了。徐大牛失望至极，人和人之间见面才有情分，若是爹娘以后不让他去新宅子，时间久了势必会忘了他这个儿子，就算还记得，情分也不如二弟四弟。而且他还想着去着能不能有一天就不走了呀。新宅子的环境很适合他抄书和大宝念书啊。当家的，娘他们要走了。当家的，你说爹娘走后，他们的屋子还有二哥四弟的，我们和大哥怎么分啊？等走后和大哥商量一下，房子不会长腿跑了，不慌。当家的，你说厨房咱们要哪个好？爹娘他们的灶台是新做的，用料也好，放碗筷的柜子也是新的。娘把他们不要的碗筷全给秦狗子，我就想不通了，一个小偷到底哪里入了他们的眼啊？竟然比对我们还好，干啥不吱声啊？咱们住那间还能不帮忙了？我们都还以为你们要办完暖房酒再办，跟我们你干啥还那客气啊？人够，你没看我都没动手吗？明天办酒你早点过来帮忙，把你媳妇儿都带上。哎，肯定的，明天去帮忙的肯定不少，厨房交给我们，你安心招待客人就行。那好，明天啊我就做甩手掌柜，全都交给你们。借的桌椅碗筷啥时候办？下午办，那个还真不少，到时候还得辛苦你们家帮忙。还有啊，你们家的推车也借我用2天。没问题。他咋回事啊？老四跟他说了，我们上午要搬家，过来帮忙搬东西的。你可小心点，狗改不了吃屎，我还是信不过他。我心里有数。狗子，在这吃饭吧。不，我回家吃。早上做的糙米粥还剩下一半，热热就能吃。吃啥糙米汤啊？没啥不好意思，我爹娘都答应了。跟你说，我爹娘他们做的饭老好吃了，你今天算是有口福了。坐下吃饭吧，吃完饭你去老四屋里歇一会儿，下午还要搬桌椅。秦狗子吃的眼泪哗啦，这辈子他都没有吃过油水这么足的一顿饭。叔婶儿，你们放心，吃了你们这么好一顿饭，下午我肯定卖力干，你们就把我当牛使就好。哎，行了啊，去老四屋里歇着去吧，晚点还要继续干活。嘿，当家的，下午咱们别去帮忙搬桌椅了，人家咋看我们呀？明儿吃饭我们也没有份。去，大家看到也好，看到就知道不是我们不孝顺爹娘，而是他们不给我们孝顺的机会。就算说闲话也说不到我们这里，最好他们继续不理我们。以前大家都说我们不孝，那是爹娘叫屈，人都是同情弱的那方。
如果我们表现的懂事听话又委屈，接下去大家都会帮我们说话。哼，说两个老的心眼小，和自己孩子斤斤计较。你知道村里人的嘴有多厉害，到时候你说爹娘会不会心虚，会不会不敢继续冷脸对我们，更甚至会不会接我们回家？当家的脑子怎么会这么好使啊？只是搬个桌子他就能想到这么许多。老天没眼，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为啥做不了官，为啥考不上科举？我听你的，你赶紧歇一会儿，下午我们一起去搬桌椅。还是差不多可以了，咱们可以回去了。娘，明日我去厨房帮忙好吗？不用了，人够了，今日多谢你了。明日呢，便好好在家里歇息吧。把院子收拾收拾，今晚我们住新家。老二，你和老四去把家里最后那些东西都搬回来，记得啊，把屋子给锁上了啊。知道了，娘。疼吗？啊，疼！你干啥掐我？不好意思啊，二哥，我刚以为自己是做梦，我给你揉揉啊。你滚！别笑了，把院子打扫打扫，都回自己屋里睡。接下去还有的忙的，咱们院子后边要松土种菜，再养点鸡。前院呢，明天我和你爹去县城逛逛，找点果树回来种上。后院才多大，我们两个2天就能干完。哎，老头子，你说他们几个能干啥呀？总不能天天蹲院子里数砖头吧？你容我好好想想。好像还没盖房子的时候问他就这么说了，这人还能靠得住吗？咋现在会如此懒散？二哥，你们这是？啊，还有些东西没搬过去，我们过来搬走。四弟，你去我和你自己的屋收拾，我去娘的房间，一会儿我们收拾堂屋和厨房。好嘞。大哥，听说你们新家买了不少新家具，这些东西带走干啥？谁会嫌东西多带回去还能用？哎，二哥，你锁门干啥？我和大哥家还要用啊，不用锁。三弟妹，我们只是搬去了新家，并没有说老屋不要了。你啥意思啊？哎，不准锁！你们都不住这儿了，为什么不能给我们用啊？三弟妹，我们自己的屋子，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。二弟，你几个意思啊？你们就算搬走了，屋子也不属于我们是吧？大哥，分家的时候每人分多少都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们要是想要我的屋子也可以跟我们买吧。你不要太过分啊！哼，我要是真过分，就把院子后头的菜地也给封一半了。二哥，锁门是你的意思还是爹娘的意思？老四，三哥能借你的屋用用吗？哎，老四，大哥也想借你屋子用用，你也知道的，大宝长大了还和我们睡一屋不好。大哥三哥，对不住了，房子我不能借，这间屋我想当祖宅存着。你不借，老四，你竟然不住也不借我，好好好，好得很，真不愧是我最疼的四弟啊！我他妈的白和你一个炕头睡了10几年。等等，卧室是你们的，可是杂货房和堂屋是大家的吧？之前爹娘住着不给我们用，我们也不计较，现在他们已经搬走了，怎么除了我们睡觉的屋，这个家全是你徐老二的？厨房给你们，杂货房给我们做饭，不是很正常？你和大哥一间，我们一间。至于堂屋，当初分家的时候不是写在分家文书上了，堂屋归爹娘。当家的，我没事。徐大牛暗自盘算自己手里的银子，如果他重新盖个院子要花多少钱？跟老三住在一起，说实话他不是很喜欢。三弟的性子毒，人也奸诈，听媳妇儿说之前还想过偷老娘的银子嘛，他如何放心跟这样的人久居呢？他更怕三弟三弟妹这样的人教不出像样的孩子，将来带坏他的孩子。一个院子难免不会有样学样啊。当家的，你说咱们把屋子撬开用，他们会知道吗？你去和大哥商量商量，咱们也不动别的，就把厨房给撬了。你可真是个大聪明啊，夏青儿。厨房撬了，到了做饭的点儿，咱们家2个烟囱冒烟，你干脆直接告诉全村人我们撬屋子了。不是，我只是觉得每天轮流做饭不方便。你觉得我们搬出去怎么样？为啥要搬出去啊？这个小院儿还是当年爷奶分家的时候得的，后来大伯二伯都选择出去盖房子，只有爹娘盖不起，依旧留在这里。我们又在这里住了几十年，你说这屋还能住多少年呀？哪年不补冬天赶住人？
哪年大雪大雨的，不害怕它塌？与其修修补补，不如我们重新盖一个。最重要的，我不想和老三住一个院子，他不是个好人，手脚也不干净。你也知道，他的银子被夏青儿霍霍完了，万一他急用钱，会不会对我们狗急跳墙？我一个书生干不过他，一个院子两家人也不方便，处处受制。不如我们干脆搬出去吧，院子里只有我们一家子，想干啥干啥，多自在。现在做个饭还要靠抢，实在不是长久之计。可是我们有这么多银子吗？有这个打算，也不用现在就盖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也不见书了，尽量多抄点书。我们手里有10几两，存个1年差不多也够了。当家的，你想盖啥样的呀？盖土坯房吧，如果可以，我们盖一间砖瓦房，咱俩住。当家的，从今日起，你只管抄书即可，除了教大宝，家里其他大大小小事情全交给我。对了，咱们家的猪你也养好了，咱们一起努力挣1年银子，如果可以，咬牙盖一套青砖小瓦房的院子。当家的，你可真厉害，普通人家就算10年也赚不了你1年的银子，以后我们家指定差不了。此事你别声张啊，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，知道吗？包括你娘家。我明白。到时候如果银子凑手，我们就盖个青砖瓦房的小院。现在这里怎样都要再住1年，不着急。老四啊，你可觉得爹娘过分？说真的，二哥，你不觉得爹娘有些过了吗？其实屋子咱们都不住了，给三哥他们又怎么样？那你刚才自己的为啥不给老三？你自己的有权决定给谁啊？我不敢呢，你们都不给，就我的给了。你说爹娘会咋想我？以后万一成亲后也不要我了怎么办？还有二哥，我也怕，我怕现在给了三哥，他以后不还我了，我以后住哪儿啊？你真的觉得爹娘对大哥他们过分了？难道不是吗？其实说到底也没多大事儿，以前比这些更过分的事儿也不是没有。想想大哥三哥的确有些不孝了，不过这不都是爹娘宠出来的吗？尤其是大哥大嫂，不是他们惯着也不会成现在这样。我倒觉得三哥最惨，我没想到就因为稀里糊涂的占了大哥，又心心念念娶三嫂，就这么被抛弃了。我以后一定听爹娘的话，他们让我干啥我干啥，让我娶个母猪也没问题。二哥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爹娘不会做错的，他们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会质疑该不该做，能不能做这些问题，更不会觉得他们做得过。本身已经跟他们断亲了，哪有把自己的东西给你给他们的道理？爹娘养育他们这么多年，也没让他们报恩养老，说实话，不觉得已经够仁至义尽了吗？爹娘，老四他还有些摇摆不定，不知道是年岁小还是……我知道了，那些东西都规整好了吗？好了，明天开始种菜。爹娘，咱们要养猪和鸡吗？现在养猪已经晚了，半大的猪崽子有些贵。猪不养了，明日去买点鸡吧，每日吃现下的鸡蛋新鲜。明天我去趟县城买些种子回家。成。爹，咱们家的地呢，明年别租出去了，现在房子盖好了，我和老四一点事情干都没有。你们休息不了几天，我会找个活儿，给你们的。好，爹，你和娘有啥活一定要叫我。老婆子，你说老四咱们怎么整啊？成亲后就让他搬出去吧，他比2个哥哥命好，编花姐也赚了一笔。如果没打算跟他和，我们以后做的营生要怎么瞒住他？你打算做啥？不是天马上热了吗？我打算做点艾草蚊香卖，先做一点成品呢，带去医馆问问。我打算呢，我们做，他们卖，这玩意儿消耗品，量大得很。想做这个也可以，咱们还能试试做清凉油。村里山上河边的野生薄荷也不少，可是这些最重要的步骤，我们得防着人做，尤其是老四。既然不打算要他了，就没必要让他接受关键步骤。那小子心眼也多，你说咱们放着他，他能没想法吗？我怕他偷学。全在屋里做，他要怎么学？防他还不容易，家里也就这么几个人，提醒一下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刚才老二跟我说，路上老四跟他说了，觉得咱们对老翟2个太过了，自己补助了，为啥不能让给自己儿子？应该是觉得对老三过了。有时候感情这东西没法说，他们到底是一起长大的，心里怪着我们，还吃我们的喝我们的，兄弟情深，他咋不回去一起吃苦啊？行了，跟一个半孩子置什么气呢？
今年啊，他又大了1岁，只要2年，我们就能放他离开了。第二日，他们一早就去了县城。今日除了要买菜种子、果树，还打算买辆骡车。老头子，这牲口好像很喜欢你的样子。哦，是我刚才喂它吃草了。走，咱们去学一下怎么驾车。咋脸色不好看？不知道，好像是被臭着了。我赶车回家歇会儿。这年头的牲口市场就是这个味儿，常年累月的屎都在那里，能好闻才怪了。哎，你一会儿把帘子拉上去，吹点风，舒坦点。哎，娘，要不叫个大夫来看看？不用了，你给我端碗热水，我去躺会儿。今天啊，被牲口市场熏着了，里头的味儿忒重了。怎么了？我还真生病了？没生病。那你叫啥大夫？你倒是说呀，想急死我。老婆子，你可能要当娘了。老头子，真的？不信，你自己把把脉。婆婆，我不是不会下蛋的母鸡，就是下得晚了点儿。你在下头看见了吗？你儿子还是有后了。陈如很想回去炫耀炫耀，婆婆没去世之前，在她面前活成了孙子，每次不是嘲讽就是冷脸，要不就是直接发疯，从来没有给过她好脸儿。她本就好强的性子，若不是老头子对她极好，早就一拍两散了。她终于给老头子一个孩子了。爹娘，发生啥大事了？没事儿，也是有些感慨罢了。啊，大夫，你帮我家老婆子看看。哎，她刚才回来的时候人不舒服，吐了。大夫，我娘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，就是你马上有个弟弟了。二宝啊，你奶马上要给你生个小叔子了，以后要好好照顾他，知道不？大夫，你这……你娘有孕了，今儿个去牲口市场会不舒服，也是因为怀孕，闻不得异味，身子骨没啥事儿。奶，小叔在里头。在里头。二宝高兴吗？高兴，以后我带他一起玩。小叔啥时候出来？还有8个月。这么久啊？都出去吧，你们娘要休息休息。娘，你歇着，我去炖汤，炖鸡汤。二哥，这啥这？以后好好照顾娘，她这么大年纪怀孩子，肯定会危险。我知道了，以后家里的活娘别碰了，咱们也看着点。你跟二宝说一声，别中娘的肚子。哎，我晓得。明天去县城找个大夫再给看看吧。娘这么大年纪怀孕，肯定很辛苦。明日叫当家的去请大夫。老婆子，你这么大年纪也算是高龄产妇了，会不会危险呢？不会的，你忘了我身体多好了。最近出来的灵泉水你全喝了，我身体没事儿，不喝也没关系。行，咱们留的那只人参改天拿出来，我给炮制炮制，生孩子的时候含2片。好，老头子，咱们做蚊香。那玩意儿会不会熏着你啊？要不你回屋去，我来做。怎么可能熏着我？艾草的味道多好闻，你自己不知道？你忘了以前咋说人家的？怀孕了别太娇气，多走走，多动动，能干啥就干啥，想吃啥吃啥。我那是说人家，自己媳妇儿不一样。老二，去找木工，帮我做一个这样的模具。素芬，你带孩子采点艾草回来，榆树皮也割点。老婆子，我陪你去外头走走，散散步。我们去山上吧，看看有什么能往蚊香里加点味儿的。薄荷和菖蒲就可以，也能加点鲜花枝儿。你能上山吗？山路难走。怎么不能了？走了这么多次，前几天还去过。我没那么娇贵，这些草药啊，咱们能自己找就自己找，全部靠买的成本也挺高的。咱们不是还有些银子吗？去找村长买一片荒地吧，种艾草和薄荷。蚊香若是卖得好啊，我还打算做点清凉油。夏天这些都是必需品。你去找村长，我在这附近的荒地走走，看看这些野草里有没有用的东西。行，走累了你就回家歇着啊。村长在家吗？老三来了呀，在里头抽烟呢，赶快进屋来。来了，新家住得怎么样？舒服不？啊，肯定比以前的屋子住着舒服。
要不村长也来住2天？我怕自己住了舍不得走了。如果以后家里有钱了，我也想盖个你家样式的，看着就让人心里舒坦。你想盖还盖不起来，真盖不起来。我这手里啊，其实没多少钱，最多呀，只能盖3、4间瓦房。来找我啥事啊？昨天咋有人看见你驾骡车了？你啥时候还会驾骡车了？啊，眼这么尖吗？昨天是买了辆骡车回家。骡车？你打算做拉车的营生了？啊，不是，有辆车出门方便一些。村长，我家附近能卖的荒地有多少亩啊？大部分都还在。你想开荒？其实不用买的，朝廷规定荒地啊，可自己开，不用花钱买，3年后才开始交赋税。你看中哪块，拿去开了呗。如果便宜，我全都想要。你要荒地也不用买，若是你能种下那么多地便种，3年后按时交税就行。我一个人霸占了全村那么多荒地，怕遭人口舌，尤其是以后若是种得好更麻烦，想着呀，还不如买了省心。我跟村里的几个族长商量商量吧，这银子拿了也是全村分，到时候啊，我去县衙给你过地契。不舒服了？没，觉得这太阳还怪舒服的。过阵子你就不这么想了，马上4月了，天很快就热了，孕妇怕热，你忘了？也是哦，不过这种砖瓦房还算清凉，这里的夏季也不如我们以前那般炎热，还算好熬。咱们家今年也吃不到自己种的瓜果了，到时候村里谁家有多的，我多买些回来给你吃，也能解解暑。地的事谈妥了吗？村长想让我们免费开荒，我没答应，他去跟大家商量价格了。最近我们先坐着，有些事儿急不来。先做点样品拿去县城问问，那人好像跟府城医馆的关系也不错，如果那边也要，咱们今年先收草药做。大家还是报个价吧。徐老三一家子都是实诚人，一下子用了村里那么多的荒地，他们觉得对不住大家，总觉得占了乡亲的便宜，毕竟是大家共有的荒地啊。你们家这是干啥呢？这骡子长得好啊，毛色油光水滑的，还很健壮。你们咋没给他搭个屋啊？老二老四上山砍木料去了，明儿个就能搭。老三呐，咱们几个现在就属你这日子过得最滋润了，房有了，车也有了，你说你还有啥要求的呀？村长，可是荒地的事儿有了眉目，300文1亩，只是你确定要买吗？看着好像不贵，你自己种地的你清楚，其实这地啊种不出啥好东西，谁要谁吃亏。没事，我买了有别的用处。村长，辛苦你丈量吧，丈量好了我把银子给你。行，我这就量量。老三，能跟你商量个事儿不？啥呀？有空教我赶赶骡子不？我不是想用你家的骡子啊，就想学着赶赶骡子。没问题，你随时来我随时教。好牲口啊，好牲口。现在的荒地真便宜啊，赋税太高，种了入不敷出，自然没人要。村长丈量的时候多量了2、3亩地给他们，也就是手放宽一点点的事儿。徐老头给了银子。老婆子，今年肯定不会有蚊子咬你。闻着味儿还可以，若是可以啊，咱们也能在村里收花干。这会儿子山上到处是野花。也可以，花香味的卖贵一点，卖给这些贵妇。咋定价？你觉得呢？我对这里的物价不敏感。我们不要按斤卖，按片卖，一片呀卖3文钱。会不会太贵呀？其实不管你定多少钱，村里那些人都不会买的，不当吃不当喝，只是被蚊子咬几口而已，他们不会花钱的。等晒干咱们试试效果，然后去趟县城。老头子你糊涂了，现在还没啥蚊子，
咋是啊？去大哥家的猪圈旁边烧，有不舒服跟我说啊。按帘子往上拉大点透气。你说说你，都有身子了还不消停，县城又不好玩，有啥好干的？家里够无聊，一个两个的啥都不让我干。以前啊还要看看戏啥的，现在整日的数草。知足吧，住城里更无聊。以前咱们两个的时候，不一样过来了。那时候有电视有手机，还有一起跳舞的老大爷。现在有啥呀？合着你天天晚上去跳舞，就是为了看老大爷？这是何物？蚊香，驱蚊子的。咋驱啊？这玩意儿真能驱蚊子？不信你放在猪圈里试试啊！其实现在也有些蚊子了，要不你点2天试试如何？可以。不知这东西怎么卖的？一片3文钱。这么一片可以燃半夜，足以在夏天让人睡个安稳觉。炎炎夏日，蚊子一直在耳边嗡嗡嗡，如何能休息得好啊？大夫，你说此物是不是很妙啊？这10片大夫拿去用，好用了啊！去村里找我们订货便是。我们家住徐家村，村委徐老三家。好嘞，好，若是好用，我让药童去找你们。好说好说，我们等大夫好消息啊！对了，我家老婆子有了身子，劳烦大夫给她把把脉啊！我还想买些红枣之类补气血的药材。我瞧瞧看。没事，好生养着便是，身子骨好得很。大夫，县城里手艺好的稳婆你可熟悉啊？最好的。你这生产还早吧？早点备下，安心。现在的衣裳全部要手工做，买点布料，让秋实和素芬现在就做起来。大的小的4个季节的，现在做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买吧，买柔和一点的布料，孩子皮肤嫩。你说的对，回家我给你炖鲫鱼汤，保证没一点腥味儿。回到家，徐老头扎进了厨房，秋实很是不安。公公做饭，那他干什么呀？他也不敢进去跟公公抢锅灶啊。娘，你要吃啥是我不会的吗？没有，是你爹他想做给我吃。爹对娘你可真好。老儿媳妇儿，这些布料你和素芬分一下，帮我给孩子做着小衣裳。还有这几块呢是你们的，这个是给2宝的。娘，我们有衣裳，全是新的。我买的是夏天的料子，小孩子的不急，你们先可着自己的做。对了，这些棉花呢是做小宝贝和小棉袄的，这些全部剪成药戒子。好，我一会儿和素芬商量着看。小叔子出生还有8个月，慢慢做来得及，尤其是猫冬的时候没事干，能做好多。这热喝啊！我特意去了腥的。好喝，你也喝1碗。喜欢多喝2碗，野生鲫鱼还是很补身子的。几日后，医馆的药童匆匆赶到徐家村。徐老爷子，您那蚊香可太好用了，在茅坑点上1片，这2天我们屁股一个包都没有。大夫还真是聪明，竟然在茅厕里点。老爷子，大夫说请您去县城聊聊，不知您现在可有时间？去吧，现在我就跟你们去。徐老头到了县城医馆，跟大夫商量起了蚊香的事儿。大夫觉得3文1片太贵，他一手一手的出就很难卖了，直接一刀给他砍成了1文半。怎么样？谈得怎么样？还好吗？谈好了，都谈得挺好的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价格被砍得有点多。砍了多少？1半。什么？你答应了？不会吧？不会有这么傻的人吧？1文半，他们是有的赚没错，可是利润压的有点太低了吧？没有他们做东西，完了大夫转一手比他们赚的更多的道理。老头子是不是傻呀？当初在缅北没看见缅北人出价，他最少都是砍1半，甚至是更多嘛。媳妇儿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你有身子的人不能气呀。明日我跟你去找他，没这么欺负人的。娘，要不明日我跟爹一起去，带上四弟，他嘴皮子还行。不用了，你们去我也不放心，县城里的大夫奸诈得很。医馆里，哟，什么风把2位一起吹来了？
是来送货的吗？大夫，昨儿个我家老头子脑子不清醒，价格谈得不合适，咱们重新聊聊。这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说好什么了？1文半一片，您这是把我们当苦力使呢？哎呀，老嫂子说笑了，这价格已经很公道了。公道？哼，蚊香里头的草药我们要买吧？做蚊香的人工不算钱吗？您转手卖3文，我们1文半，你觉得这叫公道？那老嫂子觉得多少合适啊？2文一片，最低价。你要是觉得行呢，咱们现在就签起书；要是不行，我们找别家的合作。昨天谈好的1文半，咱们做生意要讲信用，哪有坐地起价的道理？这价格，昨天你当家的也是点头同意的，我可没坑呢。大夫，咱们打交道也不是1天2天了，之前的药材都是卖给你，我以为啊你是个厚道的。我确实厚道，之前那么多药材，不是都按实价给的？以前是厚道，咱们没话说，但是现在，这次，大夫你敢说没坑我家老头子老实吗？如果你真要这么干也行，一会儿啊，我就去别的医馆推销蚊香，大不了亲自跑一趟府城，这独家生意可就不是你们的了。再有一点，你们要货也没那么轻松，你可以要，我也可以不供，没有做不出来。我跟你说不清楚，老哥，咱们昨个可是谈好的。家里不是我做主啊，大夫，主要是咱们没签契书啊。成，就2文。老婆子威武啊！哎，老婆子，咱们要给村民什么价？新鲜的收了怎么还要晒？直接收晒干的吧，我们也方便一些。艾草1斤干的5文钱，薄荷7文钱，干花瓣10文钱。干活要找谁呢？咱们家的人来调制，剩下的找人做。愁啊！你愁啥？人手不够，咱们买人呗。最关键部分给他们做便是，最关键的部分全部给他们做，咱们家4个也别碰，他们负责验货、收药材、送货，这些已经足够他们忙活的了。所以我们家要买下人了。买几个吧，做蚊香，做清凉油，冬天再想想其他的便是，左右不会闲着便是。成，就这么干。除了咱们家的人啊，我还想招一个跟着老二他们一起干的。谁啊？秦狗子，这孩子我瞅着还成，脑子很活络，人也可靠。一会儿你去找他，就让他以后在门口啊帮咱们收草药收花。好，这活儿他和老四一起干，老二负责送货。搓蚊香先请10个人吧，也不知道大夫那边给不给力，能卖多少？会的，他既然让我们放心做，说明他对蚊香的买卖也很有信心，并且他有能力卖出去。这人啊，不只是大夫，也是个会做生意的，看人下菜玩得溜得很。那行，我这就去找秦狗子。狗子，秦叔，你来了。吃饭呢？嗨，叔吃了嘛，地都翻好了，今天就没活了。有活你说话。是有个活想让你干。啊，你说，千万别怕麻烦我啥事没有，整天闲得蛋疼啊，不是，闲得慌。嘿嘿嘿。我们家想收山上的一些野草，也不算是野草啊，其实是草药。到时候收获的事情还要麻烦你。叔，你看得起我，让我干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我定会给你办得妥妥的。谁敢掺进来一点不好的，我打断他的手。不至于，咱们是讲道理的人，谁敢浑水摸鱼呀？以后他们家的东西我们不要便是。都听说的。1天工钱给你30文，你看成吗？这么多？其实说1天20文足矣，这活啊收30文我心亏。除了收东西，家里有伤忙的，你也搭把手。30文就30文吧，就这么定了啊。估计大家伙没这么快送货来，你再等几天上工。我明日过来，给家里看点柴火啥的，有啥干啥。说你那些地都翻好了，不种点啥吗？我帮你种。种子还没到，过几天吧。你明天来也行，家里最近是要忙活起来了。徐老头又去找了村长，跟他们说了要收艾草、薄荷和干花瓣，银子现结，绝不拖欠。村长，我话先说明白了啊，有没晒干糊弄的，有掺别的野草的，别怪我不给机会。
发现一个，他们全家都别给我干活了，东西不要，肯定啊！有这样的人家如果敢闹，我给你镇压了，不能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村长明白就好。你拿破草干啥呀？发啥呆呢？没啥，自立给全村找了个好活，我去跟大家伙说说。你说。他要我手上的2种草。好端端的，要草干啥呀？都说好了。说好了，晚上做个简易口罩。我想现在卖人和之前卖牲口估计差不多，里头的味儿啊肯定不好闻。不会吧？会比牲口窝还难闻吗？不洗澡是肯定的，人来了也要先找个客栈给他们清理清理。我不能想，一想他们身上的跳蚤，头上的虱子，起鸡皮疙瘩。哎呦，我的错。咱不说这个了啊。明儿个我买人回来，先让客栈给洗刷干净了，保证一个虱子啊都不带回来。要不明天你别去了。不看一眼我不放心。男人和女人有时候啊看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俩一起相中的应该差不离。爹娘吃饭了。娘，要不让大夫给瞧瞧？不用，我就是被你们爹恶心到了。哎，对了，老儿媳妇儿，咱们家不是要收艾草这些吗？你要不明天回趟娘家跟他们说一声，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把东西送过来，我们都收。他们愿意，肯定愿意。娘，我明日早上就回家跟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肯定不会糊弄咱们，给不好的东西。他们收这些玩意儿到底是干啥用呢？徐老三抓心挠肺的难受，可惜爹娘已经搬家了，他们已经断亲了，他想去问都没有资格。到底爹娘又做了啥新鲜玩意儿呢？这东西有多挣钱？为啥他们新鲜点子一个接着一个呢？刚才他还听人说爹娘他们好像买骡车了，好几次看见老爹驾着骡车进出村子去县城。他们竟然买了骡车，买骡车去县城拉人接活，还是纯粹自己家里用啊？如果是自己用，老宅生活条件已经好到出入坐骡车的地步了吗？爹娘手里到底有多少银子？越想越难受。你能不能别咋咋呼呼的啊？看看吧，好好的一张纸可惜了，钱都这么多也白抄了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当家的大事不好了，你爹娘那儿出大事了。他们怎么了？好房子住着能出什么事？他们又折腾出了大买卖，这次拉着全村一起干。刚才村长叫我们过去，就是跟我们说这个事儿。当家的，明日我打算跟大家一起出去挣钱。干啥活？你话说清楚。爹娘要艾草和薄荷，还有鲜花，这些东西全要干的。他们要这些东西做甚啊？山上多的是，想要自己去山上摘就好了，为何要花钱买这些？我也不知道，尤其是鲜花瓣，10文钱一斤的。当家的，我想让闺女儿和大宝明儿跟我一起上山，你在家里抄书。咱们不是想盖房子吗？先把银子赚了再说。这样也不是不可以，他们去摘花瓣没问题，只是爹娘收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？若是知道他们用这些东西做什么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赚更多？对了，当家的，公婆买骡车了。买骡车了？确定吗？不知道，村里人说看见爹驾着好几次。爹竟然还会驾骡车了，呵呵，搬走后他们真是越来越能干。要不咱们偷偷去看看，说不定能发现他们在做什么买卖。想打听爹娘做什么的肯定不止我们，村里很多人估计都在动心思。我想着我们去卖干草的时候总能看出一二吧。明天你带着孩子出去割草，晒干后我跟你一起去趟他们的新宅子。起来，你是猪吗？整天就知道睡，村里那么多生孩子的，你见过谁像你这么能睡了？要做饭了。爹娘买骡车了，爹娘有新的营生了，爹娘过得比他好，不能想，一想就扎心的疼啊。你怎么了？谁说你了？还是谁给你气受了？爹他们说要收艾草，还有个叫薄荷的野草，还有鲜花瓣。明天你跟我一起去摘吧，这个活不重，你也能干，每样都能卖好几文钱一斤，尤其是干花瓣，一斤有10文钱。他们要这些东西干啥？不当吃不当喝。我哪知道啊，肯定不是拿去烧着玩。行，明日我跟你一起出去摘那些东西。当家的，这活公婆是给了我们全村，还是外头的人也能卖？不知道，村长通知我们的时候说是我们村里，至于外头的要不要我就不知道了。你干啥？想通知谁？你爹娘不是已经知道了？不是，我是想说，如果只收我们村的，
村子里摘完了，我们还能去别的村子里摘。如果谁都能摘，你信不信过几天，周遭所有的野草和花瓣全都会被摘没了？到时候咱们村的人也挣不了多少钱。我说错了吗？不，你没错，你说的很对，对极了。一日清晨，这帮人跟蝗虫似的，见着点东西就抢。娘，咱们去哪？小声点，跟着你三叔，他找的地方肯定有好货。大嫂，你几个意思啊？摘草啊，这儿不是你们埋下的，我们也能来采摘吧？你在干啥？娘，蚂蚱，回家烤了吃。给我去摘花去，摘了卖钱，娘给你们买肉吃。我的蚂蚱，你还我蚂蚱！起来！我不起不起，娘说话全是骗人的，省钱了你也不会给我买肉吃。大宝，你起来！你还我蚂蚱，还我蚂蚱！娘跟你保证，最近你们乖乖摘花，等忙完这阵子，我给你们买肉。不信你可以回家问爹，爹总没骗过你吧？真的？真的。蚂蚱有啥好吃的？娘给你买肥肉筷子吃。现成，他们直接找到人牙子。成年壮汉7两银子，妇人5两银子，小丫头和男娃子都是4两银子，年纪大的最便宜，只要2两半。就是这些人，你们看着选吧。这个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老爷好眼力呀！王铁柱28岁，前主家败落才发卖的，能赶车会种地，家里就他一个人，孤儿，7两银子。这个呢？李婶儿35岁，做的一手好菜，前主家是开饭馆的，4两银子。最终他们买了6个壮汉，2个婆子，还有2个妇人，都买齐了。饿了吗？带你出去吃碗面。不吃了，睡前大夫给了我1碟子点心，现在还不饿。哎，那些人呢？估计太脏了，要多洗一会儿。老头子，以后前院的厨房就给他们用，特别会做饭的那个给咱们用，还有一个呢负责给他们做饭。3个人一间屋，炕头这么大，能睡得下，3个屋足矣。女的4人一间也能睡得下。好，就这么整吧。药再买一些，务必要把个人卫生搞妥当了。主子，我们洗好了。你会赶车是吧？是的，主子。回去你来赶。爹，这是我们买的人，之后家里很多事情要做，就靠你们做不完的。爹娘，我以后就是4少爷啦。你个头的少爷，你还是个泥腿子，天天干活的泥腿子。都过来，把你们的东西搬下去，一会儿做饭吃饭，明天开始干活。左边2间你们几个爷们儿住，自己安排，1间屋3个人，右厢房第1间你们住，4人一间，除了盐钵那些工具，剩下的全是你们的东西，自行分一分吧。收拾好自己的卧房做饭，厨房在这里，一会儿来2个人过来搬点粮食到厨房。老2、老4，你们去地窖抬点粗粮出来，还有菜，盐巴和油也拿点给他们。好。你们要吃什么自己做，只一点，在我这儿不用饿肚子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今天先就这样，大家吃饱都早点歇息，你们的活我明日再做安排。老儿媳妇，家里饭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好了。爹娘，咱们家买这么多人干啥？我和4弟都没多少活干，拖了这么多张嘴吃饭，得费多少粮食啊？主要是家里好像没多少活啊。文香不是说让大伯他们帮忙做吗？人不会浪费，你大伯他们只做最简单的，其他的都要自己来。接下去你们每个人都没闲的时候。有这么多活？你以为呢？文香赚的很少，主要就是图一个量大，量大必定需要用到的人就多，我心里有数。爹娘，我和孩子干啥？你到时候和邱氏负责仓库这块，外头做好了，你们负责搬仓库去。老2、老4往外送多少货也是你们负责。老2和老4以后就负责来往县城送货，空闲时候家里哪儿忙帮哪儿，可能呢还需要帮帮秦狗子收货。我们不识字咋记账啊？我来记，每日进出多少你跟我说就好。爹，你识字？最近在外头学了一点点，也不多，等家里稳定了
找个夫子，全家一起学认字。我们也要学？要学。你和素芬管着仓库至关重要，还是得会记账才行。知道了，爹，我学，我一定认真学。今儿个回娘家了？回了，都跟他们说清楚了。婆婆你放心，他们要是给我们不好的东西啊，你就别给他们算银子。我今天也说清楚了，谁敢糊弄，以后一家子都不要干了。可有带东西回去？带了5斤糙米。成，以后他们的我们就当普通村民一样收就是了。咋了？娘，你也知道我们家住在山窝窝里，村里也就只有10几户人家，周围全是山。我爹说他能不能跟人家收这些东西，就是咱们村里人，1斤他挣1文钱，你这多了要不要？可以是可以，你就不怕村里人知道你们赚他们银子不高兴？我回收的价格不是秘密，你婆家那边迟早能得到消息。这个没事，我爹说他会跟村里人说好，他给送货过来，挣他们1文1斤不过分，反正都是你情我愿的活儿，讲清楚，不怕人家背后说嘴。行啊，你明天抽空回家跟他们说一说。老婆子，要不要留个人在你身边伺候着？你怀着孩子，我总不放心。不要，你不是不知道怎么有秘密？我不喜欢一直有人跟着我，跟搞个人监视我一样。你看看，我连孕反都没有，你担心个啥？杯子里是新凝结的一滴水。你确定不喝？不喝，这一年你都自己喝就好，你健康，孩子也健康。他跟我一起吸收，按道理生下来身子会很壮实。等他出来后，每次的灵泉水都勾兑成3份，我们3口人一起喝。行。还有啊，我们最好也存个几滴，别月月喝光，万一有啥急需的呢，是不是？我总觉得这玩意儿能解百毒，甚至救人命。下次做几个药丸子放在空间里备用。老头子，找个师傅来吧，先教我们2个识字，然后再找个教我们学医的。空有一身本事不能用，实在难受。家里的活儿有人干，孩子下半年才念书，我们更着急。你说的也是啊，这2日我去县城先找个夫子来学上一阵子，去问问大夫能不能教我们学医，怎么样也要把表面功夫做足了。可以。老头子，你说咱们的孩子以后出来会不会也是个大力士啊？力气大点好，不会被人欺负。可如果是个女娃子呢？如果是个手举巨石的金刚芭比，女娃也好啊，以后绝对不会欺负，只有她家暴别人的份儿。徐家老宅，徐大宝跟亲爹告状，他想让亲爹打老娘一顿。大宝啊，你娘带你们出去不是抓蚂蚱的，是让你们挣银子的。爹答应你，你和丫头卖花挣的银子，我都给你们存起来买肉吃，行不？真的？爹说话一向算数。吃饭了。今儿个摘了多少？20来斤吧，全村都在割，抢得厉害。这也不错了，一天下来也是笔大收入。就是明日别那么晚回来了，咱们家不是只有这一份收入，超叔才是大头，你没必要跟他们一样熬得这样辛苦。我听你的，明日早点回来。赶紧吃饭吧，饿坏了吧？徐三牛屋里，当家的，咱们明天去哪里割草？去县城的路上不是有2座荒山吗？我打算去远点的那个山割。我们明儿个起早点，一会儿去蒸点窝头，明天起来就走，不耽误事儿，天黑再回来。跑那么远，天黑了才回家，路上看不清楚咋办？怕啥？你举着火把慢慢走便是。明天我们推着车走，实在不行你坐车上我推你。成，一会儿我去蒸窝头，多带点水，现在这个天是真热。你明天手脚快点，不就怀个孩子吗？你看看你今天割了多少，只有大嫂的1半。他真没磨洋工啊，只不过把东西悄悄放进了自己老娘的背篓里。明日当家的跑那么远，爹娘他们肯定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他们会去哪里。碰不上的话，他咋给他们送东西啊？夏青儿想回家报信儿去了。你哑巴啦？明天再给我偷懒，定不会饶你。我尽力，你也知道我现在月份大，弯身困难，一直这么弯着我受不了，所以得干干歇歇，这不就慢了吗？矫情，再慢能慢成现在这样，
你自己要不要看看你一共割了多少？这样吧，明天你去给我摘花。好，我明天摘花。